各地天价彩礼让人脊背发凉，有多少钱才能娶媳妇儿？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着男方在结婚前给女方或者女方父母赠送聘金聘礼的习俗，这种聘金聘礼也被称之为彩礼。但是作为传承已久的习俗，如今已经变了味儿。这里是知识天梯。随着近些年网络的兴起，有关天价彩礼的新闻也是闹得沸沸扬扬。虽然动辄成百上千万的彩礼和普通人没什么关系，但是十几万的彩礼也是让很多农村家庭高呼负担不起。最高法通过了有关彩礼的新规定，并且在2024年2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之后，很多人也是发表了这样的一个疑惑，那就是当最高法下令禁止彩礼，是否代表着彩礼在之后就会逐渐消失呢？最高法在有关彩礼的规定中又是咋说的呢？细数全国彩礼排名前几位的省份，那么江西省一定会榜上有名，甚至一度占据了全国彩礼最高的宝座。从网络上发酵的江西天价彩礼来看，虽然不至于真像传的那样有1888万彩礼那样夸张，但是少说十几万、几十万也是相当普遍的。前2年，一则江西彩礼50万的视频也是在一时之间成为大家讨论的热点。对比其他地区多则十几万、少则几万的彩礼，江西彩礼可谓显得十分的阔绰。对此，大家也是持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嫁女儿又不是卖女儿，没有必要整这么高的彩礼；有人说你娶不起不代表别人娶不起；还有人从整个男性的内卷程度入手，认为江西这么高的彩礼会拉高全国彩礼的上限。尽管各个地区对于天价彩礼都做了禁止性规定，甚至近些年在江西年轻人中还流传着不要彩礼要幸福的说法，但是彩礼还是在民间屡禁不止。2023年11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05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并且已经在今年的2月份开始实行了。在规定中有如下的几点是需要特别注意的。第一点是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另一方要求返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点是明确彩礼与恋爱期间一般赠与的区别。在恋爱期间的一般赠与是指在节日、生日这种具有特殊意义的时点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礼金等，是一方为了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这种恋爱期间的一般赠与是可以不予返还的。第三点就是明确返还彩礼案件的原被告。在结婚之前，除了夫妻双方之外，给彩礼的父母也可以作为原告，而收彩礼的父母也可以作为被告。如果双方已经结婚了，那原被告就仍然还是夫妻双方。第四点是明确彩礼的返还规则，这一点无论是否结婚，都是从共同生活以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来确定返还的具体比例。从上述的情况中也能够看出，之前是地方各省出台相关文件限制当地的高价彩礼，现在是最高法出台相关法规进一步明确彩礼的相关事宜。虽然彩礼自古就有之，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不是很了解彩礼为什么存在。彩礼来源于周代，周礼中对于婚姻礼仪分为6礼，分别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亲迎。其中纳征这一环节就是男方将订婚礼物送到女方家。在先秦的时候，聘礼通常是布帛、鹿皮等硬通货，发展到后来之后，纳征的范围也包括了金银财宝以及店铺房产。再后来，纳征这一环节也就发展成为了现如今的彩礼。无论是古代礼仪的象征，还是想要讨得一个好彩头的寓意，纳吉作为民间流传了几千年的习俗，自然是有其存在的价值。彩礼究竟有什么用？彩礼是古代礼仪的象征，更是寓意想要讨得一个好彩头，已经流传民间千年。在不同的朝代，聘礼的数量和种类也各有不同。汉代的时候讲究一个聘礼30物，里面不仅有羊、酒、米等物品，还有一些金银首饰。等到唐代的时候，从注重聘礼的经济价值转向注重聘礼的象征意义，聘礼也从汉代的30物减少到了9样东西，比如说阿胶、合欢、嘉禾等等。唐律中对于聘礼的金钱和数目也有着严格的规定，一旦超出了所处阶级的限定，就会被视为逾制，甚至有可能被抓起来。到了明清之际，这时候的聘礼多是金银，除此之外还有糕点、白酒之类的。等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彩礼也呈现出10年一变的趋势。在50年代的时候，彩礼通常是床、脸盆、热水壶之类的生活用品。
60年代，彩礼的范围则扩展到了衣橱、柜子、桌子。到了70年代的时候，彩礼则变成了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等。可以说，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彩礼的种类也是在不断的变化。对于最高法颁布的有关彩礼的法律，明确了彩礼纠纷案件中的适用范围之后，很多人也在好奇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彩礼是否会因为最高法的颁布而消失呢？以后是不是就不会有彩礼的呢？答案是否定的。首先，从法律层面来说，最高法中并没有说禁止彩礼，而是对彩礼进行了规范，这样在后续出现了彩礼纠纷的时候，能够有法可依，方便断案。其次，从文化层面来说，彩礼自古有之，作为周朝时就已经确定的6礼之一，彩礼在中华大地上已经流传了几千年，民间对于彩礼的认可度也很高。要想结婚，彩礼也已经成为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最后，从经济的角度上来说，彩礼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种，无论是丈母娘经济，还是结婚前的买房买车，亦或是买的五金，都需要兜里有票子。因此，从商业的角度来说，资本自然也是不希望取消彩礼。综上所述，从各个方面来说，无论是法律层面，还是文化层面，亦或是经济层面，彩礼都不可能会因为最高法的相关文件而消失。知识 TNT， 专注你不知道的实务科普，我们下期再见。